宇长阁的人都处理了吗？幸亏郡主婢女当时将宇长阁封了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进出。现下宇长阁内所有知晓郡主被掳的人，已经全部签字画押，登记造册。将林玉带身边所有涉及此事的人全部灭口，事情给我办得干净一点。是，凡是与此事有牵连的人，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那林玉带他，这件事，只怕他希望自己亲自动手。给他喂下麻金散，关到暗牢里去。是。至于你，自己去刑房领罚。是卑职失职，卑职这就去刑房。你这是看了什么呀？我才能在这里看到你。玩忽职守，显著大错。你知道的，我行刑从不手下留情，除非……废话少说。这个傻子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这顿鞭子挨得可真是一点都不冤。哎，你呀，虽然行事比我靠谱，但眼里却只有萧星航。明知道他对岳西郡主不一样，却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这一百遍，可真是一点水都没沾。好了，既已受罚，便是两清，以后别再犯就行了。疼不疼？没事。主子，宁初曦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品。我希望你可以全心全意敬重她，守护她。林玉带，你想怎么处置？我要弄死他！
帮我的2个人都没了，没人对质。我当时怎么没想着留一个呢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。可报官处理的话，我被掳的事不就都知道了？虽然我不在乎什么名声，可我不能如了他的意。明的不行，那就暗杀吧。也不知道老头子留给我的府兵够不够用。不过被萧旭抓住了小尾巴，老头尚在前线。如果现在弄死他，等着萧旭反弹，那不是给老头子添麻烦了吗？喂，我在这认真思考对策，你不帮我你还笑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若你想取他性命，我让怀流他们去做这些，即使萧旭会怀疑，也不会留下证据。我就怕萧旭发疯乱咬你，毕竟是原书男主，还是要避免萧旭的主角光环给萧星恒带来什么麻烦。我没事的，更不惧生死。萧星恒，我只说一遍，我既然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我是你的。还有啊，我跟林玉带之间的恩怨，我自己解决，你不许插手。忽然我就没有那么想让他死了。好。哼，让人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折磨，而是精神上的毁灭。他越想得到什么，我偏偏要让他自以为快要成功的时候全部失去。林玉带最在乎的是什么？在乎他和萧旭的感情，在乎爬上高位掩饰出身的自卑，在乎他淑女才女的名声。那就让他最在乎的一一破灭在他眼前。若是他现在死了，倒成了萧旭心里的白月光了，我偏偏要让他跟萧旭反目成仇，让他刚爬上高位就跌入尘埃，让他声名狼藉，被人耻于提起。按你的意思来。你觉不觉得我们俩像在像画本里密谋阴谋诡计的大反派啊？瞎说，我觉得我们像画本里珠联璧合战胜反派的主人公。那你不觉得我恶毒啊？不，我觉得你很可爱。京城知名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究竟是采花大盗重出江湖，还是闺中小姐为爱私奔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哼，姐姐，你比我标题党多了。我这京城第一八卦号应该退位让贤。少贫嘴，能不能想？姐姐交代的事肯定漂漂亮亮的完成啊。嘿。号外号外！京城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给你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号外号外！来，号外号外！京城日报每日关注，号外号外！听说前几天城里闹了大盗，要我看呢，这林家才女就是被采花大盗掳走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啊！可我怎么听说是这林家小姐与人私奔，她违抗父命与人私定终身了呢？说起来还真有可能是，之前不就传这林家小姐早就心有所属吗？而且这里可是京城，谁敢在天子脚下劫人？对啊，是啊。是个人吗？
这是谁呀？怎么躺在这儿啊？是个人，姑娘。这是谁家的人？这不是林家那个才女吗？林玉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他这样好像丢了清白啊！我没有。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开！滚！都给我滚开！林玉带总想着做人群中的焦点，声名鹊起也好，身败名裂也好，他不都得偿所愿了吗？下一步，通知萧旭接人吧。薛哥哥，玉儿，你这几日都去哪儿了？外面都在传你。薛哥哥，我没有，外面那些传言都是假的，我真的没有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既然你说外面传的都是假的，那你告诉我，这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总不能告诉他我绑架宁初夕后被人掳去暗牢的事吧？不想说，便不说吧。薛哥哥，我真的没有。虽然我已经什么都记不清楚了，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而且薛哥哥，玉儿心里从始至终只爱过你一个人，又怎会与他人私奔？好了，不哭了。那是谁掳了你？你心中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罢了，玉儿，如今是多事之秋，我今日留你在这儿，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。玉儿，你知道的，皇家最要的就是体面，若是被有心之人拿去做文章，与我很不利。罢了，或许我与三皇子的缘分本该如此。玉儿，最后，三皇子再与玉儿喝杯酒。薛哥哥，玉儿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太爱你了。旭儿，旭儿，姨母叫我。
你今天说有事找我，可我陪你在这坐了1刻钟，到底有什么事，让你这么难以启齿啊？姨母，旭儿想，旭儿想求您向父皇请一道圣旨，替旭儿赐婚。怎么，旭儿这是想通了，想娶那岳西郡主了？不是宁初曦。不是宁初曦，不是宁初曦是谁？难道是那林家庶女？那个林玉带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对她这么死心塌地？姨母，旭儿与他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什么？所以旭儿必须得娶她。你还真是饥不择食，什么糟糠都吃得下。她林玉带不过是区区一个庶女，如今变成了上不了台面的货色，你怎么下得去口啊？娶她，你就不用想了。别说是本宫不同意，如果被你父皇知道了，你这辈子都与那个位置无缘了。可是姨母，旭儿与他，若是不娶的话，他存心报复，旭儿怕。说到这个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，你明知道他德行有亏，已经不可能入皇室，你为何还要与他苟合？还是说，你们早在之前就已经同床共枕？姨母，是旭儿鬼迷心窍，可是如今木已成舟，旭儿必须要给他个交代。他前些天因为这件事情，已经被林府赶出了家门，旭儿实在是不忍他流落街头。你不是说他爱你爱得非你不可吗？那还在乎什么名分啊？他这样德行有亏，心思歹毒，做一个外室都算抬举他了，还想登堂入室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宫给你1天时间，把这件事处理好。若是捅到你父皇那儿，本宫也帮不了你。旭儿知道了。玉儿，最近我政务繁忙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。就是那个失踪了好几天，然后衣不蔽体被扔在大街上的林府小姐。是她呀，失了清白了。就那还好意思来找三皇子，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货色，还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当初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西郡主抢风头，一个庶女而已，仗着三皇子的宠爱和郡主叫板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。宠爱，现在三皇子躲着他呢，避之不及，还夸自己是那个京城第一才女。小姐，这就是报应。萧息遭人算计，也算吞了哑巴亏，遭此报应。对这个结果，你可还满意？还行吧。而在我看来，还不够。眼看他高楼起，眼看他楼塌了，还挺有戏剧性的。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他这个结果，也是自己选的。秋霜寒凉，老夫人身染风寒，缠绵病榻，念及远游亲眷，心中郁结，盼希儿归家，以解亲人思念。我离开益州时，祖母还精神矍铄，怎么会久病不愈了呢？往日她最是疼我必须回去看看。你要回益州？我父王尚在前线，
这时候本不该多事，但老太太病危，我父王又不在，此去一周，担心途中生变，这不是来找我的未婚夫婿帮忙了吗？我担心宁王府的兵人手不够，要不将太子府的侍卫带上，充当王府的人。还有，宁老太太患疾，我身边常用的太医医术精湛，你把它带上，还有各种药材，一并带上，我让人都给你准备好。还有，你身边没有贴身侍卫，我让怀辽跟着你一起去益州。怀辽跟我，你身边没人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我能自保。要不我称病，我陪你一起。别闹，现在正是京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的时候。可是，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可若是争不了权，夺不了势，即使此刻你陪着我，往后也是护不住我的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你放心，这回我肯定处处小心，绝不让自己身陷险境。萧星恒，你都装了什么呀？我是去探病，又不是举家搬迁。多带点总是没错的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材。虽然我不知道宁老太太情况如何，但总有一样可以用得上吧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意，若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带着它去找益州刺史赵康玉。益州刺史可是地方3品大员，益州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居然是你的人。你忘了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我还有这个，送给你。鸢尾花的手镯，帮我戴上。好看。一只手镯可不够。准备好聘礼，等我回来。好。祖母，我回来了。祖母，祖母，好，好，我的希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祖母就是此刻去了，也心安了。祖母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还要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的看我成婚呢。对了，我的希儿有对象了。定亲了，是太子，孙女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，祖母高兴了吧？高兴是高兴，可对方是天皇贵胄。以后我的希儿要被欺负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希儿，希儿不哭。都说生死由命，祖母不难过，你也不难过了啊。
祖母，太医，太医。回禀郡主，宁老太太得的是风寒，好在不是肺痨，应该是风邪入体，因年纪大了痊愈的慢，再加上治疗不当，炎症累积，才拖成了现在这样。可能治疗？可以的，只是所需药材珍贵，好在咱们来益州前，殿下为您准备了大量药材，正好可以用上。只是宁老太太年岁高了，这病恢复得慢，急不得。能治就好。哎，臣这就去准备。祖母，你听到了吗？您的病能治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，要配合太医好好治病。好，不说了，都听我希儿的。多亏了希儿带来的太医和药材，不然母亲的病不知何时能好。该三叔好好谢谢你才是。三叔见外了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父亲尚在前线，宁家全靠三叔一人撑着，这些都是侄女儿应该做的。哎，我听闻圣上为你跟太子赐婚，也不知太子为人如何，你是否能跟他相处得来啊？希儿，这婚事可是你自愿的呀。啊，真正的亲人不会在意你为他们带来荣耀积蓄，只会关心你是否过得如意。三叔二姑姑别担心，太子殿下清风朗月，待我更是极好。这次为祖母带来的药材和太医，都是殿下准备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谈恋爱可真愁人啊！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淡。这些话，萧心恒应该会懂吧？小姐，您的点心。哎，管家。哎，外面怎么这么多哭闹声啊？我这几天看到好多人家都在办丧事。最近城中死了许多人吗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入冬的原因，城中好多老人都患了风寒，都挨不住了。按理说今年冬天还没有去年冷，但这1个月陆陆续续走了好多老人。都是在这1个月里？是。就是这1个月，连那个棺材铺的生意都好了很多。哎，小姐，您是觉得哪里不对吗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你这都生病了，怎么还在打扫啊？谢郡主关心，只是奴婢是负责花园洒扫的，其余负责的姐妹也都染上了风寒，奴婢担心无人值守，这才让在这打扫的。你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看。染病了，府上郎中就没来看看吗？回郡主，府上郎中来瞧了，说是普通风寒，也都给开了药，可有痊愈的？说来奇怪，好似还真没有痊愈的。不过大家都只是咳嗽，并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因为怕影响主子，所以我们染病的也都没敢往内院去。今日实在是没有人手了，奴婢才带病进。没有别的症状，只是一直在咳嗽。小美，去吩咐外面所有的人，都
都远离这个院子。华流，去找些侍卫，将宁府暂时封了，让他们远远守着，不许任何人出去。我这就去。哎，你别出去，就待在这儿，想办法传令出去就是了。是。叫外面的人去把徐太医喊来，顺便再通知三叔和二姑姑。明白。哎，别进来！希儿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快出来！对啊，我怀疑这里的人得了癔症。癔症？还请太医做好万全准备后，再进来为众人接诊。是，臣这就去准备。有劳了。希儿，这当真是癔症吗？瘟疫向来令人谈之色变，若真是癔症，那可就不单是宁府的事情了。还不确定。我也希望是虚惊一场，但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。三叔，还请您将宁府立刻封闭，将所有的下人都盘查一遍，将染病的和未染病的人全部单独隔开。内院也要排查，特别是松鹤院，我担心祖母的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这就去。可是希儿你，以防万一，我也需要一同被隔离。这怎么行呢？我怎么向大哥交代？三叔别担心，有徐太医在呢。现在控制住癔症才是最要紧的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走。郡主，你猜的没错，经过下官反复确认，确实是癔症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最先咳嗽的是东院里负责外出采买的小厮出现了咳嗽，后来与他同屋的小厮也都相继出现了咳嗽的症状，而且最先染病的那几个小厮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热的症状。下官用了各种风寒常用的降温方法，但是都没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这癔症的症状是先咳嗽，再发热。是。那祖母一直咳嗽，会不会也是？郡主请放心，宁老太太虽然也有咳疾，但是肺病，脉象也跟这些患了癔症的人不同。她没事就好。这些患了癔症的人看似风邪入体，但他们的脉象要更沉一些。之前郎中开的风寒用药也是没有半点效果。那知道癔症是怎么传染的吗？我们这些人是否也会患上癔症？这些人都是在接触了有咳嗽症状的人之后3天才出现了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观察3天，没有出现咳嗽症状的，均是没染上的。是的，郡主在这儿已经待了3天没有症状，所以郡主已经平安无事了。宁府应该没有新增的感染者了吧？没有，幸亏郡主当机立断，及时封住了小院儿。所以疫情才得以控制，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。此癔症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，不代表没有在乙州传染开来。可是明明已经传播1月有余，为什么城中一点防疫措施都没有？郡主，这可使不得，郡主。徐太医，还请您劳心费力，尽快找出治疗之法。这乙州城的百姓，就靠您了。郡主请放心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此刻我必须做些什么。
殿下，益州传来消息，说是发生了瘟疫，圣上已经秘密下旨封城，现下正召集各位大臣殿前商议。郡主到。不知岳西郡主到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赵大人多礼，倒是我突然来访，惊扰了大人。啊，哪里，郡主客气了。此次到访是因瘟疫一事。不瞒郡主，下官收到宁家消息的当天，已经找大夫确认了瘟疫一事，当即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只是益州路远，还未收到上面的旨意。可现下百姓仍聚集在一起，瘟疫只会传染得更严重。可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并无多少士兵镇守。若是百姓知晓瘟疫，一旦发生暴动，我们根本就压不住。可赵大人知不知道，不止益州，若是在等旨意的期间，让瘟疫流传出了城，危害到了其他州县，只怕不只是百姓暴动这么简单了。殿下说过，见此章如见他本人，只是不知赵大人还认不认这章子。本以为岳西郡主不过是太子殿下联姻的选择，没想到殿下信任他至此，连私章都交给了他。请郡主吩咐，下官定听命行事。当务之急是请大人封锁益州城门，避免瘟疫流传出去。郡主，这话说晚了。下官刚刚收到消息，益州城门已经从外面封闭，现在的益州无人能出。这么快，京城到益州，不论是一差800里加急，还是飞鸽传书，最快都要10日才能送达。封城的消息今日就到了，说明最起码10日之前，京城就收到了益州瘟疫的消息。而那个时候，益州的丧事变多，不过刚刚出现了一点苗头。这究竟是有人未卜先知，还是说这场瘟疫本就是一场阴谋？其他几个都送过来了。大人，城中百姓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有瘟疫，现在全部聚集在隔离点，闹着要出城。守城士兵喊着要将他们格杀勿论，我们快拦不住了。哎，快放我们出城！我们要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臣以为益州人口数10万。一旦因为疫情引发暴乱，3城的城卫军怕是也难以抵挡，还请圣上调兵提前镇压防范。臣以为瘟疫自古死者10有89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所能治愈。避免瘟疫扩散，增加死伤，应死守益州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商贸发达，耕地众多，更有人口数10万。若是弃城，不仅尸横遍野，此后益州耕地无人种，商贸无人理，对我朝更是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就应该壮士断腕，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却能保附近其他州县百姓安危。再说了，如今益州瘟疫横行，如此天灾，又有谁敢进城援助？谁说没有人呢？圣上如此英明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居心不良的要弃了我宁王府的族地。
臣不负所托，北琼已鸣金收兵，主帅撤离，只留了小部分人镇守边境，已无再战之意。此战，我朝大获全胜。好，爱卿辛苦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只是做了分内的事，此次回京，听闻益州疫情严重，心中难安，便匆匆赶来，未曾换甲，还望圣上恕罪。哎，无妨，爱卿担忧家人乃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啊？既然爱卿回朝，那你对益州的疫情可有对策呀？回陛下，臣以为必须驻扎重兵防守，这样能防止疫情蔓延，防止百姓暴动。但是益州不可弃，若弃了益州，百姓人人自危，恐怕产生暴动啊。若益州可弃，其他城池皆可弃。若在此开了先河，如果疫情一旦泛滥，那我朝便救不了一人，守不住一城，此损失巨大。陛下，千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呀！宁王说的轻巧。益州疫情泛滥，如此严重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城中救助？臣愿前往。哼，可光您一人可不行。若要派人，那便只能增兵。各军队均驻守边疆，所隔甚远，御林军守护皇上的安危，皆不可轻易调动。臣这次大胜归来，特准了北疆将士常年未归家的假，此刻已经在城外，臣尚未解散呢。带了多少人？5万人。你这是私自带兵入京？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我只是准了将士们的假，让他们一同陪我回京，而且我为了急匆匆的面见陛下，所以才未将他们解散而已。哼！爱卿刚从前线回来，理应休养生息。目前益州的疫情尚未明了，爱卿实在是不可以以身涉险呐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另派他人领了你这5万精兵前去支援。爱卿，你看如何呀？这，儿臣愿带宁王前往。你是一国太子，怎可以身涉险呢？正因为儿臣是太子，所以应该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益州不仅有儿臣的爱人，还有我大理数10万臣民。也罢，将这5万军队交给太子，那宁王便无话可说了。既如此，着太子领5万精兵前往益州赈灾吧。儿臣领命。多亏殿下传书，我才带回这么多将士，不至于让益州成为一座孤城啊。还是要多谢君主。既然希儿这么看重你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我在京城看住这些牛鬼蛇神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从益州安安全全地把希儿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定以性命护之。郡主，虽然城门被封，但我有办法送您出去。你能送我1人出去，但能送宁家那么多人出去吗？赵刺史，益州为何被封？城中瘟疫，还不让我们逃难，朝廷是放弃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城里等死！你们是要逼死我们吗？我说，我们要。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益州被封是为了防止疫症外溢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。
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现在，各位应配合官府，减少聚集，防止疫症传染更多人。你骗人！外面的兵说出城者杀无赦，你分明就是想困死我们，你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城中的高官世家早都跑光了，留下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。你们这些贪官分明就是罔顾人命！就是罔顾人命！本官还在城中，今日之前，根本无闲杂人等知晓瘟疫一事，说有人提前出城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赵大人的意思就是，你明知道益州有瘟疫，故意瞒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？我看赵大人就是故意借着想留在这里的幌子，欺骗我们这些老百姓了。那些有钱人都跑光了，放我们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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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带的人多吗？本来不多，但是属下刚刚从人群中看到了不少太子府的人，应该是殿下从京城派来的，刚进城就堵在这儿了。通知宁府所有的侍卫和府兵，要他们全部赶来城门，维护秩序。加上新来的人，应该能拦住这些百姓一时片刻，不让他们冲出城了。你能从人群中直接把他单拎出来吗？我看他面生不像益州人，也没在这次病源中见过。明白，郡主放心。我在萧旭府上见过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发现。大家不要被奸人怂恿蛊惑，速度离去，免得伤了自己。外面驻守的军队说，出城者杀无赦。你们不是想出去吗？我就帮他一把，看他能不能活着出城。赵刺史拦着你们，是怕你们自寻死路。你们以为你们人多，城外的士兵就拦不住你们吗？你们确定要拿命跟城外那些带刀带枪的士兵拼上一拼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出城是死，留在这里也是死，那让我们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放不出去！谁说留在城内就是死啊？此疫症不是不治之症，太医和大夫们都在研究治疗之法。若你们出去后发病，试问，又有哪个大夫敢接诊？又有哪个大夫能比城中的大夫更加知晓治愈之法？更何况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未染病的人，只要听从官府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传染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怎么能保证朝廷来的是援兵，而不是来困死我们的？就是啊，况且那些有钱人都跑了。就是啊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啊。我乃宁王嫡女岳西郡主，更是皇太子妃。只要我还在城中，只要我的父王和未婚夫婿都还活着，就无人敢弃益州城。真的假的？岳西郡主，太子妃，真的假的？你见过岳西郡主吗？就是啊，没见过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
人海万千，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